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我会用这个表情呢，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那就有一位观众投稿了给我，他叫志阳。那其实我想要回复他，但是他好像开了只能朋友发送消息给他，就变成说我是没有办法联络他的。但是他这边有跟我讲一些东西呢，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关于新战报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玩家他们可能还没有开始打 KVK， 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新战报的事情，所以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是可能正在打仗了，但是没有注意到。OK，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战报有什么问题。这里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去想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观众会投稿给我。他这边放的标志是金色的标志，如果根据以往还没有更新之前的想法呢，就是说我这个战报是赚的。但问题来了，你看到这边拿了一个金色的标记，但是你看这里的击杀比例，我这里的击杀积分只有98万，但是对方的击杀积分有155万，就是说对方的战损比其实是赚的，比我更多，然后我的重伤也是比对方更多，就算对方的阵亡跟重伤加起来都没有比我的重伤还要更多。那为什么我会拿到所向披靡呢？为什么会拿到金标呢？所以我在想着说，是不是有很多玩家其实没有注意到，你们只是看到这个金标就觉得说自己是赚了，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阴谋论啊，就是会不会官方会特意设计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说，哦，我们的战报是赚的，但实际上我们的战报是亏的。就比方说吧，如果你们拿到多数的报告都是这样子，都是所向披靡，然后都是金色的标记，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赚了很多，然后你继续去战斗，但实际上你是亏的，你花的资源跟加速其实是比对方更多的，但是你浑然不知。所以这边是我自己构思出来的一个阴谋论啊。所以这个玩家就说到，如图显示，这位朋友无论是击杀数量还是积分都是亏的，而且挺严重的。他是 T5， 对方有许多的 T4， 但是战包还是给了金标加所向披靡，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东西，有点像是隐瞒了什么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很好。那么刚好我自己的账号也正在 KVK，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OK， 那么这边就是我的报告啦，那这边全部都是集结驻防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野战的报告吧。这里横扫千军其实就是很正常啊，你打的比对方多，你就拿到比较好的报告，就会拿到横扫千军。那现在我们找一下所向披靡，这里我的所向披靡都算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我打到对方比较伤，然后我赚到的击杀比例都是偏比较多的，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都是比对方好的吧，是不是？所以所向披靡是很正常的，这里是很正常的。横扫千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比对方还要多出了好几倍。至于我亏的报告呢，多数都是这样子，他就会说我击杀了多少，亏的报告也是一样，他只是跟我说击杀了多少，或者是连续战斗了多少场，就没有像那个玩家所分享的那样就所向披靡，但是我的报告是亏的情况。但是我原本想要下定论盖章，觉得说哦，是不是他的报告出 bug 啊之类的，我帮他去跟客服那边反映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最后一份报告这边我也是所向披靡，也是拿到了金色的标记，你们看到吗？但是我点开战斗数据，你们就可以发现到问题存在了。其实我的报告是亏的，我的重伤是比对方还要更多的，然后我赚到的击杀积分是比对方还要更少的，但是我所向披靡，金色标记啊，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 bug。 那假设说一个玩家出现，有可能是他的报告显示错误嘛，但是我这里也出现的话，就表示说不是 bug 了，有可能真的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我在想着说，他是怎样去衡量这个所向披靡，是怎样去计算的？可能过了3万之后，他就是计算所向披靡，不管你这边的战损是赚还是亏，他以这边的重伤比例来计算。当然他的公告也是这样子讲啦，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什么东西。就比方说你们看这样子，这里也是击杀了4万，然后这里也是拿到所向披靡，那当然我这边的战损比是赚的，但是你们看这里我的击杀比例也是赚的，但是他并没有写所向披靡，这里又写所向披靡了，然后我的战损也是赚的，也是接近3万，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所向披靡的计算
算方式就是只要你超过了可能是3.5万啦，所以它的计算方式跟我们之前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能真的会被困惑到，以为觉得说有这个金色标记就是好的意思，那其实并不然。有时候金色标记也有可能是不好的，金色标记只能表示说你打了比较多的部队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策划他们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你们不要再去看战损比你到底是赚还是亏了，而是你要打到更多的敌人，你才可以拿到这些金色的标记。像我这个远程 OK， 它这个就打得很少了，只有6000，所以你不值得拥有所向披靡，不值得拥有金色的标记。所以它现在的判定方式呢，是看你打了对方多少，而不是你的战损比赚了多少来计算。至于横扫千军的计算方式，我这里看下来应该是超过10万就有了。像我这个司机贞德击杀了对方重伤10万的部队，就有横扫千军了。所向披靡到7万左右还是所向披靡。但是你们说策划这样子算是隐瞒了什么东西吗？其实也不算是的，因为在之前呢更新公告里面就有说到了优化合并战报的评价功能，战报根据我方在战斗中击杀重伤的敌方单位数量获得评价。你们看到这一句话吗？他没有管你到底是击杀比例是赚还是亏，所以如果你们真的非常计较说我的战损到底是赚还是亏的话，你们就真的只能每一次打架的时候就点开你的报告去查看，不然就等到可能 KVK 结束的时候不是会计算你的治疗重伤有多少吗？你就以那个方式来计算了。严格来讲，根据官方这边的公告所讲的东西，还有根据我们现在报告的资讯来做比较的话，其实策划并没有算隐瞒了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公告已经很明确的说了，是看我们能够理解多少而已。像我今天就跟大家做影片解释了，可能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现在的报告的判定方式是怎样的。我不知道这个影片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啦，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欺骗，策划在欺骗我们。OK， 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当初官方他们会想要改掉这个报告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玩家去在乎报告。为什么玩家会在乎报告呢？就是你可能看到你的战报是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消耗的资源加速就不会这么多。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减少拉扯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减少的可能性其实不会说太大，因为如果这个玩家是已经习惯了，我是拉扯，我知道拉扯是赚的，我躲在后面打架，我的战报是赚的，我还是一样会用回我原本的方式啊。而且他只是说只要你打到对方的重伤有多少，像我刚刚讲的有可能是3.5万就会有所向披靡这个战报，你的战损还是赚的，那你拉扯你的报告依然还是这个金标，那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去改变这个问题，你只是让一些亏的玩家看起来我好像是赚了，但实际上你是没有赚的，你只是达到这个击杀而已。所以这个只是给那些可能你是坦克的玩家，但是你打到很多对方的重伤，一些心灵上的安慰吧。其实讲真的，对于那些玩家来讲呢，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安慰这些玩家，让他们敢去冲，不会再拉扯，减少拉扯的问题的话，其实比较好的做法就可能给一些坦克的玩家拿到比较好的反馈，比较多的资源或加速返还，而且这样子也可以减少玩家的 recovery 时间了，他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慢慢去恢复自己的加速资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报告更新方式只是一个障眼法而已，真的会去在乎报告的人，他们依旧还是会点报告，然后进来里面看我自己到底是赚还是亏的，他依然还是会拉扯，依然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的。当然我最后的总结还是那句啦，策划并没有在欺骗，官方公告也没有在欺骗，只是现在的报告观看的方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你们不能再以以前的战斗报告的判定方式来觉得说自己到底是赚还是亏了，你们只能自己去注意一下。那报告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啦，希望这个影片有解开大家的困惑。如果你是特别在意报告的玩家呢，你们这个就要自己特别去注意一下啦。如果有哪一些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